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吃不胖，结果一旦步入了青壮年或者中年，肚子那圈就越来越大，连吃饭前都先得把这个裤子的纽扣解开缓解一下。大家好，我是Milk，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怎么在8周的期间只靠一张瑜伽垫做运动跟适当的饮食控制减重8公斤。那在这边要先声明一下，今天在影片里面提到的所有 APP、食物跟保健品都是没有任何商业业配行为的。那另外今天的影片有点长，所以大家可以参考旁边的时间轴去做调整自己想看的地方。For the first time in ages, I wake up and don't hate it. I guess I found some peace. Through the day to the evening, without shouting and screaming, something new to me. Alone without being lonely, getting back to the old me. It's kinda nice to feel free.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本身的身体状况，从小我就是一个瘦子。那从成年以后，大概长到178公分，体重一直维持在55到60公斤左右。那基本上是一个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体质。那一直到了35岁那一年，每年的体重大概就是以每年1公斤的速度在成长。那直到去年底回台湾放假的时候，我就达到了生涯高峰的74.6公斤。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减重呢？除了因为回不去了腰围，所以裤子就越穿越大，然后越买越大件。更严重的是，因为我已经连续好几年这个体检的胆固醇都超标。那因为在美国长期生活，所以外食几乎不是油炸就是烧烤。再加上去年遗传性高血压开始发作，一下子血压从平常的正常值跳到动辄大概130、140，然后90、100的可怕数字。那连我自己的家庭医生都跟我讲说你必须好好控制饮食、控制体重跟运动。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既然身体已经发出了这种警讯，那我就必须好好认真的回应一下。那一开始想要认真减重的时候，大概是去年回台湾放长假的时候。那因为那时候我因为长辈的关系需要回台湾3个月处理事情，所以我就给我自己定了一个大概8周的减重计划。那目标是可以把这个体重减到67公斤。那回台湾之前的体重大概都是在72、73公斤左右。因为我也希望我自己的胆固醇跟这个内脏脂肪可以降低到正常值。回台湾放假，当然最重要就是好好享受美食，所以真的要控制饮食，说实在是很困难的。所以在12月30号，也就是小侯跟小波他们回美国之后，我才开始我自己的减重行程。那有了减重的动机之后，那就来开始研究一下减重的方法。有了减重的想法之后，就像大家平常都会有一样的疑问：怎么我最近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或者是最近跟朋友、家人提到了什么，脸书IG 或其他社群媒体的广告就很自然就会根据你最近生活想法或者你讲的话，跑出一些广告来。那所以什么168断食法、生酮饮食跟一堆减重的 APP 都跑出来。那其实我自己以前是有试过168断食法，甚至还煮了1个星期的减肥蔬菜汤，那结果最后都是以失败收场。就在我这个寻找适合的减重计划的时候，我看到了 YouTuber 刘佩的8周饮食控制影片，那发现里面有些想法很不错，但是说实在我又不想花钱请营养师，那更没有1万台币的闲钱去上控制饮食的课程，所以我自己就想说，我要找一个我可以吃得很健康，不会很痛苦，然后运动不要太累或太久的方式来减重。然后就在8个星期之后，我真的用自己调整的方式成功的减重8公斤，然后我的内脏脂肪从10减到5，健康报告也没有红字了，所以我想就给它一个名字吧，叫米氏减重法。好，那一开始先跟大家聊一下，开始减重之前要有哪些准备。那因为我知道减重主要靠的是70% 的这个饮食控制跟30% 的运动。因为我每次在做身体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都问我说：“你平常运动多久啊？”那我都很心虚的回答说：“我大概1周2次，然后一次可能15分钟。”那其实说真的，我其实以往最常做的运动就是带小狗去散步，所以真正的有氧运动几乎是0。所以很多网络上只靠这个生酮饮食或断食的方法，我觉得都不如有运动辅助来得好。那既然已经决定从饮食控制跟运动下手，那当然需要有相对应的工具跟计划来执行。好，那运动计划方面，前面提到，因为我想要减重，所以看到了这个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 App 的广告叫做 Better Me。
那广告的内容其实还蛮吸引人的，就是一个胖胖的男生做运动之后，28天之后就变成肌肉型男。当然，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可能28天后就发生。所以我就还是抱着这个姑且一试的想法，那下载了这个 APP， 也付费订阅了3个月，那大概是600多块台币。那其实网络上这类的 APP 很多，不一定要下载他们家的 App。那如果你不想花钱，其实你也可以找一个健身型的 YouTuber 按表操课。我之所以会用 App 来作为记录运动的工具，那主要是因为它每天都有这个固定的菜单，所以我只要在我家里面有一张瑜伽垫，不需要其他器具就可以运动。那1个月平均下来也只要200多块台币，我觉得比健身房的会费会划算许多。那一开始使用 Betterme 的时候，它会根据你目前的身体条件还有以往这个运动习惯，跟你想要达到这个身形体重来决定你的健身计划。那等计划制定好之后，你就按照它给你的每天课表去做运动。那一次大概是15到20分钟不等。那有时候这个运动可能是皮拉提斯，有时候是这个有氧运动，就是 HIIT， 那有时候是力量训练。那做完每天的课程之后，它会依据你每天运动后的状况来调整你隔天运动的时间跟难度。那像有时候我做比较难的这个运动，我可能就会跟 Ever 说啊，我真的不行了，所以隔天他就会把你的运动时间稍微调整一下。那有时候我做完，比如说1节运动，我觉得身体其实还 OK， 那我就会继续做额外的运动。那因为我主要想要减的是这个肚子的游泳圈的部分，所以我做的很多都是腹部运动。但是除了这个腹部运动之外，你也可以自行选择其他的这个锻炼去做。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 Betterme 的一点心得是，除了这个前面提到的这个，它每天有固定课表之外，它的运动会分为前、中、后3段。前面就是短身运动，中间则是一些比较困难、比较 intense 的运动。然后后面呢，就是有个收操运动，所以整个运动是相当完整。最后这个收操运动等会让你这个整个身体等于是冷却下来，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如果一开始你在选择 Betterme 的时候，如果你是选择女生的话，那男生跟女生他有自己的这个训练的课程，所以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女生她就不会很要求你去做这个伏地挺身的部分，她会做一些替代的这个运动，而且它的时间长度通常是比男生还要短的。那除了运动需要的软体之外，我另外也买了这个运动手环。这边我买的是这个华为的运动手环把，那后来也替这个小坡买了一个小米的运动手环把。其实不管是哪一种运动手环，如果你有Apple Watch 或者其他穿戴装置，这些都是 OK 的。因为戴手环这个目的只是要看你运动时的这个血氧跟心跳，还有你消耗的卡路里是多少。那因为我不想要买一个戴在手上觉得会很有负担的这个手表，也不想花很多钱，所以只要1000块台币左右的这个华为运动手环就成为我的首选。那它可以在我运动的时候告诉我身体的状况是在暖身啊、燃脂，还是已经到了极限。有时候像我去跑步，我也可以看我今天跑了多久，消耗了多少卡路里，还有血氧的状况是怎么样。那除了每天固定的1节运动之外，我会依照我身体的疲累程度去调整是不是需要去做额外1节的运动，然后我会尽量让自己每天步行的这个步数控制在1万步左右。那经过我自己本身的实测，大概快走2公里可以消耗100卡路里左右。而我的原则就是能站就不要坐，然后能走就走。那之前其实我看过新闻，就是国健署指出，根据加拿大2020年的研究，那长时间久坐呢会增加身心健康的危害，包括认知功能不良啊、忧郁啊、身体功能下降、失能、活动量不足以及较差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会增加心脏病啊、癌症跟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能站起来的话，尽量就是我会设定手表说多久，比如说半小时或1小时提醒我起来这个走动一下。而走路这个方面是，如果我去附近的这个超商啊，或者是银行办事的话，能走的话我就尽量用走的。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有这个跑步的习惯，会比这个走路会更有效率一点。但是吃完饭后稍微散步一下，或者做近几年流行这个超慢跑，其实都是可以的。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是一个从来没有正常运动习惯的人，那一开始做这个有氧运动或者核心运动的时候，初期一定会有那种很累、很想放弃的时候。那我建议大家可以从每天5分钟、10分钟开始，慢慢加长时间。那像有些 Betterme 的高难度动作，我也是很难一下子就做到。比方说像这个单手伏地挺身，有些甚至
到了现在我都没办法做完，比方说像这个伏地挺身加拍手的这个动作。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重点是你要运动燃脂，而不是你做了多高难度的动作。好，那谈完运动之后，我们来聊聊一下饮食控制的部分。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要饿肚子、节食，或者是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就放弃减重了。那其实我跟大多数人也一样，喜欢吃甜食啊，喜欢喝手摇饮，也是一个饭桶。那自从真的想要减重之后，我知道饮食控制是不能避免。但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我不想要因为减重我就什么都不能吃，那什么都不能喝啊，因为吃美食是一个很舒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开始给自己制定的计划就是从少量的餐点、健康饮食开始。好，在减重的前2周，我大概每天早餐都是喝1杯黑咖啡或者是无糖的燕麦奶，然后大概10点左右我会吃1条香蕉，这样子就会撑到中午。那到了中午就会正常饮食，比如说干面啊、排骨饭或者水饺这些我平常就在吃的东西。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会去小七买一个茶叶蛋，然后搭配的是番薯或者是小七的健康餐盒跟无糖燕麦奶或者是无糖豆浆。番薯其实是非常好的淀粉热量来源，那甜甜的又可以中和这个无糖豆浆跟无糖燕麦奶的这个不满足感。而超商里面卖的无糖燕麦奶，其实我试过非常多种，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统一的瑞穗无糖燕麦奶。那里面不仅有这个燕麦奶，也有燕麦的颗粒，所以喝起来会比较有饱足感。那小七的健康餐盒里面其实都会有这个卡路里的成分，那分量其实也都还 OK， 而且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吃的。在减重的前2周，因为这个饮食跟运动习惯渐渐会让身体去适应这样的饮食习惯后，那我就开始调整菜单。那每天中午还是正常吃，那晚上因为要吃这个健康的饮食，所以我会把淀粉拿掉，单纯只吃这个茶叶蛋或蔬菜，还有鸡胸肉跟鱼肉。那如果你没办法自己煮的话，小七跟全家其实也有卖好的这个鸡胸肉跟鱼排。虽然说这些东西的盐分是蛮多的，但是可以增加饱足感。那有时候如果我没办法煮的话，我甚至就只吃这个鲔鱼罐头来代替鱼肉。另外，我非常推荐的一个食物是豆腐。那基本上每天吃1盒豆腐是我的生活日常，因为豆腐这个饱足感很大，而且大部分都是蛋白质跟水，又很容易消化，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吃蛋类、蔬菜、豆腐。如果吃完之后我还是很饿的话，那我会吃一点无调味的腰果，那你也可以吃其他无调味的坚果。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吃这些健康饮食的最好搭配的这饮料都是以水为主。随着减重跟运动慢慢调整，这时候体重会到一个高原期，比较难有这个很大幅度的变动。那这段期间最重要的应该是要怎么维持住已经减了不少的体重，因为体重下降，所以你的食量也会跟着变少。通常这时候早上我会只喝黑咖啡，那有时候我甚至会隔天我会做168的断食法，也就是说，假设前一天晚上我是晚上7点半吃完晚餐，那隔天就是早上11点半之后我才吃中餐。那下午到晚上中间，如果我真的肚子很饿，我会用这个水果跟坚果来这个垫肚子。那其他的中餐跟晚餐就跟之前的这个中期的饮食一样。好，在减重目标达到之后，基本上我就是早晚正常吃，那中餐就是健康饮食。那因为回美国之后，晚餐都跟家人一起用餐，所以晚餐部分我就是以正常吃为主。那早上的话，我还是以这个黑咖啡跟燕麦奶为主，周末我则会喝加糖跟奶精的咖啡。除了上面所说的饮食控制之外，我想要讲另外几个有帮助的重点。第一个是吃东西的顺序。那从前面所谈到这个柳培的影片里面，其实我得到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东西的顺序。吃东西的顺序一定是水、肉、菜、饭。那因为有时候东西吃其实要混着比较好吃嘛，但如果你照这个顺序去吃的话，你的肚子就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吃东西的量也就会渐渐的变少，所以吃到最后淀粉类自然就是吃的最少的这个部分。第二个是不要虐待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常常在这个执行减重计划的中间，有时候会吃这个健康饮食，吃的有点腻，或者是每天搭配饮料不是水就是这个无糖燕麦奶。有时候真的很想喝这个含糖饮料、手摇饮，或者是说晚上肚子饿想吃个零食，甚至咸酥鸡，所以我还是偶尔会破戒去吃一下。那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我吃的很超过，又喝了手摇饮啊，又吃这个咸酥鸡，又香鸡排。通
通常隔天我就会多做1-2节运动来平衡一下。第3个是吃的健康，还有分量控制很重要。除了每天固定吃的这个健康饮食那一餐，那其他正常吃的餐点，不要因为你其他2餐吃的比较健康，或者是分量比较少，那正常那餐你就暴饮暴食，因为这样你每天摄取的热量还是很有可能会超标的。第4个是适时的奖励自己，你可以利用运动手环或是智能体重计附的 App 去记录自己的体重变化。那如果达到了某一阶段的里程碑，那可以让自己好好去吃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管它健不健康，也不要管它热量多少。那经过了8周的饮食跟运动之后，我的体重从原本生涯巅峰 74.6 公斤降到了 66.5 左右。那原本的裤子也变得宽松了起来，而内脏脂肪也在运动6到7周的时候就已经从10降到了5，血压也都是正常的，然后健康检查报告也都是在正常值范围，而其中我最介意的这个胆固醇的红字也终于没有了。那有时候想想，其实还真的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因为我是一个40岁的大叔了嘛。如果你比我年轻，大叔可以做到的事，你一定也可以做到。所以在完成减重目标之后，我还是维持1天1餐健康饮食，2餐正常饮食，那也尽量少盐少油少精致饮食，像是面包啊或者手摇饮，大概顶多1星期或2星期吃1次好吃的面包。那能少喝这个含糖饮料也尽量不喝。但就像我前面所说，有时候真的想吃想喝，就好好去吃1顿或喝1杯没关系，不要觉得很委屈。那其实少糖少盐少油久了，你的身体对糖分的依赖度会大大的降低，吃到太咸或太油的东西还会拉肚子，因为你的肠胃已经习惯了这个清淡饮食，所以算是一个蛮自然的身体反应。那当然在这里分享的方法跟行程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但是还是希望这支影片可以让荧幕前想要减重你有一些帮助。那我会把影片里面提到的这个 app 或者我觉得还不错的健身 YouTuber 训练影片菜单放在下面资讯栏给大家参考。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可以订阅分享开心小铃铛。我是 Milk，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